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好，出发去学校。今天是迎新周，去学校看看玩玩。迎新周是澳洲学习的特色，主要是帮助新生适应全新的学习和生活。对国际留学生来说，迎新周就更为重要，因为在澳洲的学习和在中国的学习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学习的方法不同，学术诚信的要求也不同，每一步都是国际学生要转变的地方。那么塔大的迎新周的核心内容呢，其中一个就是熟悉 Melo 学习平台，然后完成其中一个学术诚信的问卷。那这样完成这些内容呢，你就知道塔大的学习平台、学习环境以及规范是怎么样的。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不完成这个学术诚信报告，你是看不到你这个学期的成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各个学院、各个专业具体的迎新周的安排。本科生有专门本科生的迎新周的安排，研究生有专门研究生的。那作为塔大商学院呢，它也分为会计专业专门的迎新安排，还有非会计专业的迎新安排，这些都是分开的。除了以上两个重点的迎新周的活动，塔大的迎新周还有其他的一些精彩的活动，比如说了解塔州的生活，了解塔州的原住民文化，还有一些线下的音乐、美食、交朋友的活动，另外还有塔斯马尼亚服务日，就是让我们的留学生作为一个志愿者身份来融入我们的塔州。最后还有一些社团的介绍的一些活动。这里就是塔大的3D 贝校区，这个是操场。2021年的塔大的迎新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呢？一呢是塔大开始线下授课了，所以今年的迎新周呢会有更多的线下活动。第二个不同是塔大的商学院从3D 贝校区搬到了市中心，其中一个是沃德丰大厦，另外一个是 KPMG 大厦。这两个新的校区具体长什么样子，我在后面的视频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类似前面教会的一些人，他会跟路过的人说说话，然后让你抽一个新年签，类似这个。来这边看一个，它这个叫土著文化的一个东西。土著人文化有什么？这里需要我们去签一个到。在活动开始之前，瑞瓦纳组织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的一些背景情况。塔斯马尼亚在1803年被英国入侵之前，岛上的原住民大约有3000到15000人。在大约1804年到1830年之间，爆发了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移民与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史称为黑色战争。其实称之为战争并不准确，因为英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战，而且双方的力量悬殊。
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称为屠杀会比较贴切。随后几十年，岛上的原住民就彻底灭绝了。这确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不过，所以庆幸的是，目前岛上还有数千名土著人跟白人混血的后代。那么政府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所剩无几的一些语言，还有他们剩下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所以组织者的目的也是希望保护一下当地土著的文化，不会让他们的文化太早的消失。第一个活动呢，就是编绳子，就是把2股绳子拧成1股，觉得挺像国内的传统的手工艺，我觉得这工艺也都差不多，当然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就这么一拧一转，一拧一转。有的人编得挺快，我就属于编得比较慢的。然后编的时候呢，他们会加一些装饰物在上面，贝壳啊、松果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我就上次编了一个，加了一这个，但是好像卡不住。最后编完的成品的绳子应该就是这样的。这是上次编的一个绳子。看啊，它应该是能装上去。其实挺有意思，上次有一个同学，他编完了一个手链，特别漂亮，有松果，有贝壳在上面，弄一个手链，特别棒。说你看我编的这个是不是挺漂亮？我说啊，真的是挺不错的。他说确实挺不错，就是摘不下来了。我说那就戴1天吧，先，挺好玩。哎呀。这个2个是前几天刚刚搞定的水桶，已经干了。这个还像点样子。这些就是我这次原住民文化体验的整体收获，收获满满呀。最后是总结，银杏洲关于原住民文化的部分非常有意义，原住民的悲惨遭遇确实值得同情，因此塔州对于原住民的各种优待，现在看来也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下期是银杏洲的第2部分，我们说好不见不散哈。